时间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张相对论的面孔，不爱时分分秒秒都是煎熬，深爱时瞬间即是永恒。张爱玲对此非常清楚，她从30岁开始就着笔构思这个故事，但直到花甲之年，这部近2万字的小说《色戒》才正式定稿。小说的主角原型是郑平如和丁默村，但同样也是张爱玲和胡兰成。世人皆叹张爱玲旷世才女，却遇人不淑，但她甘愿赔上一生情动，玩一场必输的赌局，就如同小说中的王佳芝一般。多年后，李安将这个故事搬上了大荧幕，多少人不远万里跑到香港，只为看一次未删减版的《色戒》。这部影片让刚捧到小金人的李安成为了金马奖最大的赢家。新人汤唯更是空降影后，一夜爆火。然而这份热闹不过须臾，色戒被列为禁片，汤唯遭到封杀。大红与大黑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里是咸鱼记，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色戒背后的故事。21世纪初，有人将《色戒》的剧本递到了姜文的手上。姜文虽然大胆，不怕拍摄大尺度的情爱画面，但他却是圈内有名的直男，压根儿看不上这种娘们儿唧唧的剧本。来人见状便也没有再强求，而是几经辗转将剧本递到了李安手中。看过剧本之后，李安被其中的故事深深吸引，但是当时的他正在筹备一部主角为美国牛仔的同性电影，所以他便暂时将这个剧本搁置在了一旁。2006年，李安带着断背山横扫奥斯卡，他意识到如果人们能够接受同性恋题材的电影，那么或许也能接受战争下的女性视角的性。所以在姜文筹备拍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时候，李安将《色戒》提上了日程。色戒的故事情感复杂，人物心理也是波澜起伏。如果想要将这个故事拍得精彩，那么演员的选角就必须慎重再慎重。男主角易先生选角时，李安一开始属意张艺谋，但是那时候的张艺谋正在筹备北京夏奥会的开幕式，分身乏术。后来还在电影戏剧学院读书的郑恺被选中为易先生的替身，可郑恺没有接受，易先生这个角色就这样悬而不决。直到梁朝伟看到这个剧本之后，他想起自己和哥哥张国荣在拍摄《春光乍泄》时，他因为害羞使得王家卫导演不得不将大尺度镜头切成远景，这成为了他演艺生涯中的一个心结。他一直渴望能够有机会实现这个突破，所以在看到剧本上有3段大尺度戏份的时候，梁朝伟自告奋勇地接下了易先生，这让李安欣喜不已。毕竟梁朝伟可是他心中的戏仙。其实那时候葛优也曾毛遂自荐，但未曾想梁朝伟抢先了他一步。男主角就这样确定了下来，但是女主角王佳芝的扮演者却让李安头痛不已。张爱玲笔下对王佳芝的外貌描写不过寥寥数笔，稍显尖窄的额，发角也参差不齐，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。然而吹毛求疵的李安却对王佳芝有着极高的要求，不仅要年龄、外貌和气质都符合，更重要的还是敢脱，且要脱得漂亮。于是李安在一开始的时候便选择了刘亦菲，但素来以清冷形象示人的神仙姐姐怎肯堕入情欲之间？他问道，能不能用替身？之后李安又选择了舒淇，可舒淇却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将脱掉的衣服穿了起来，不想再脱了。于是李安又想到了在《剑雨》里妩媚动人的大 S， 只是到了现场试镜的时候，大 S 才知道这部剧的尺度居然这么大。后来大 S 在《康熙来了》中主动说起了这段往事，她表示如果自己真的被选上了的话，她真的会哭着跑回家，要做这么狠的事。不过李安也觉得她并不适合演王佳芝，因为她不够傻。周迅的气质虽然十分契合王佳芝，但奈何她的年纪并不符合。最后章子怡自告奋勇，可在李安看来，章子怡的气质过于倔强，实在不像隐忍的王佳芝。无奈李安只能继续大海捞针。幸运的是，就在李安快要感到绝望的时候，一个新人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这个新人将一份简历递到了李安的手中，说道，能不能让我的男朋友来试镜？
李安抬头一看，眼前人刚好长着一张六角脸，气质娴静，仿佛就是活生生的王佳芝。这个女生就是汤唯。这时候的汤唯已经27岁了，但她只在《锦花燕子》中担任过女主角。她很清楚，接下这个角色很可能将会改变自己的演艺生涯。但与此同时，她也明白这个角色将会让自己受到世俗的眼光。于是她将这个剧本递给了父母，询问他们的意见。做了一辈子画家的父亲看过剧本后一言不发。母亲告诉他，做这个选择，也许你会赢得很多，但同时你也会失去很多。只要你自己考虑清楚了，我和你爸没意见。而同样身为演员的田雨在得知后则是表示了支持，只是那时候的他根本不知道这所谓的大尺度到底有多大尺度。就这样，汤唯成了王佳芝。在第一次试镜的时候，汤唯按照李安的要求穿上了旗袍。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，所以她便当着李安的面走起了模特步。结果得到的却是李安劈头盖脸的一顿骂。你以为你走的那2步就是世界名模的步伐？告诉你，世界名模我手头多的是。吃瘪的汤唯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随后她便接受了李安安排的为期3个月的特训。先是去沪上学习苏州弹琴和打麻将，然后又分别去到北京和香港学习旗袍和高跟鞋的走路姿势。汤唯每天都要花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。等到3个月后，李安再次见到穿着旗袍的汤唯时，他才确定这就是真正的王佳芝。为了作品的丰富性，李安特意为《色戒》增加了3段大尺度的戏份，作为男女主角情感的层层递进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汤唯从未演过大尺度的戏，因此如何教导汤唯演戏又成了李安的一个难题。第一段戏，梁朝伟在没有告知李安和汤唯的情况下就对他动粗了，而在最后的重头戏中，李安特意下令清场，只留下自己和负责拍摄的一个摄影师。在正式的拍摄过程中，李安亲自掌镜，据说梁朝伟和汤唯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眼神，甚至是衣服撕坏的程度，都是经过李安的精心设计。4个人和几架冰冷的机器挤在小小的房间中，所以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汤唯和梁朝伟之间的一切都成了顺其自然。因此在电影上映之后，毫无剪辑痕迹、行云流水的这3场大尺度戏份，让不少观众都怀疑梁朝伟和汤唯之间假戏真做了。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，估计只有在场的4个人最清楚。在拍完最后一幕杀青的那一刻，虚脱的梁朝伟和汤唯抱头痛哭。梁朝伟坦言不敢回想，已经产生心理障碍了。后来连同李安和饰演男2号的王力宏在内部生了一场大病。李安曾如此形容这部电影：色戒是我投入最深、用情最深的电影，拍摄过程像走趟地狱。2007年色戒正式上映，在首映礼的当天，刘嘉玲在观看的时候全程黑脸，甚至连电影都没有放完就直接离开了。而田雨这边在看见女友的大尺度戏份之后，他虽然理解身为演员必须要做出的牺牲，但是作为汤唯的男朋友，他确实很难说服自己，所以他和汤唯提出了分手。后来色戒成为了当年金马奖上最大的赢家，汤唯也从默默无闻的小演员一跃成为了1线女星。但谁都没想到，1年之后的陈冠希事件竟然间接导致了色戒被列为禁片，而汤唯也遭到了封杀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娱乐圈中的不少人都表示看不惯。冯小刚出面表示，有本事你们封杀梁朝伟和李安呀，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？金星也直接在节目中为汤唯打抱不平，色戒又不是汤唯一个人出演的，有本事把李安、梁朝伟一起封杀了呀！可惜一切已成定局。好在李安并没有就这样放弃汤唯，他将汤唯介绍到了好友的公司，并为他制定了复出的计划。他还将汤唯认作自己的干女儿，并将她送出国留学。只是一个人漂泊在外乡，汤唯在最穷的时候只能去当羽毛球陪练、模特，以及去街头卖艺维持基本的生活。而李安靠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捧回了第2座小金人，梁朝伟也凭借着一代宗师横扫各大颁奖典礼，好像这件事情最后牺牲的只有汤唯。
2010年，汤唯终于带着新片《月满轩尼诗》回归，只是这部影片中没有任何的亲密戏份，连情侣间的小互动都少得可怜。但因为这部电影，汤唯被韩国导演金泰友看中，并出演了《晚秋》中的女主角。在电影中和汤唯搭档的是韩国的国民男神玄彬，戏外他也成为了韩国百想艺术大赏上首位外籍影后。2014年，汤唯嫁给了帮助她事业重回巅峰的导演金泰勇，他们将婚礼时间选在了晚秋，一如两人相识的故事。如今距离《色戒》的上映已经过了15年的时间，汤唯也已经凭借着《晚秋》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等作品重回巅峰，而她和金泰勇的婚姻更是走上了田园牧歌般的幸福。虽然当年《色戒》的大部分焦点都在3段大尺度的戏份上，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越来越多人开始读懂《色戒》，开始读懂欲望之外的爱恨纠葛，戏到底会结束，演戏的人也下台了。只有王佳芝和易先生的爱情故事仍旧被困在色戒中，等待着人们一遍又一遍的品味。这里是咸鱼记，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。捉毛毛虫喂鸡，出演电视剧被嘲笑跌下神坛，不免让人想起李安曾经说的一句话，像他的样子在大陆以前根本没人喜欢，电视剧都没有找他拍。色戒中的3段大尺度床戏曾让李安心怀愧疚，更让汤唯和梁朝伟是否假戏真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那为何李安非要加这3段床戏，让汤唯牺牲的只有假戏真做吗？他又是如何将衣服穿回去的？这里是咸鱼记，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一脱成名的文艺女神汤唯。汤唯刚出道的时候，事业并不是很顺利，每次去试镜，她都会碰一鼻子的灰，被拒绝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简单。当时她唯一可以拿出手的作品就是导演赖声川的话剧《如梦之梦》，而她在其中出演了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配角。直到2006年，汤唯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。她出演了电影《警花燕子》，并获得了第6届电影频道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女演员奖。同时，她还和这部电影的男主角田雨将戏里的感情延续到了戏外，两人成为了真实的情侣。田雨对汤唯的感情并非只是说说而已，他是真的在筹划着和汤唯的未来，只是没想到一部电影彻底击碎了两人之间的结婚梦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刚刚凭借《断背山》拿下奥斯卡大奖的李安摩拳擦掌，打算筹拍润色多年的《色戒》。消息一出，争抢的女星络绎不绝，有章子怡、大 S、舒淇、张静初等人，但是李安偏偏选中了替田雨送资料的汤唯。李安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叫王佳芝的话，那就是汤唯的样子。由于电影还未上映，所以一切的内容都是保密的。田雨知道汤唯的对手戏演员是梁朝伟，也知道有亲密戏，但他以为最大的尺度也就是激吻而已，床戏则可以借位。因此在拍摄期间，田雨还曾专门跑到剧组探班，并打算等汤唯拍完这部戏就正式向他求婚。只是没想到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，现实给了田雨重重的一击。他没有想到这部戏的尺度会那么大，甚至还有一些影迷为了能看到未删减版本，特意跑到香港。汤唯因此成为了宅男心中的女神，成了他们臆想的对象。这对于保守的田雨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。更令他难受的是，王力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自己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，对汤唯都是有感觉的。一时间，关于汤唯和王力宏的恋情满天飞。除此之外，观众们相比于剧情，似乎更热衷于影片中的3段情欲片段，甚至还传出了汤唯和梁朝伟假戏真做的传闻。如果说主演们大方否认也就算了，但是每当记者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，主演几人都三缄其口，绝口不提，反倒显得有些心虚。因此也让大家对于主演是否假戏真做更加好奇。这样的议论声让田雨压根儿无法接受，这对他而言就是心里的一根刺，所以在几番挣扎之后，他和汤唯提出了分手。这边情场失意，但是那边汤唯的事业却是节节高升。他不仅收到了各种广告代言的邀约，
还一举斩获了第44届金马奖最佳新人奖。只是让汤唯始料未及的是，这部带给他辉煌的电影也将他推向了深渊。2008年，陈冠希被爆出艳照门事件，牵扯出了娱乐圈中许多女星，一时间整个网络发生了大动荡，陈冠希也因此退出了娱乐圈。随后国家便开始大力整顿娱乐圈，汤唯首当其冲，成为了被整顿的对象。她的代言广告全部泡汤，她也遭到了封杀。好在李安料想到电影的播出会给汤唯带来的影响，他提前为汤唯规划了出国留学，并委托自己好友姜志强给汤唯制定了2年复出计划。面对被封杀的境遇，汤唯只能选择出国留学。在异国他乡，他将一切都清零，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。他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，每天就是穿着 T 恤牛仔裤，没钱了就会去当羽毛球陪练模特，还会去街头卖艺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真正的沉下心来，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。虽然汤唯在娱乐圈销声匿迹了，然而那3段床戏却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。有人说，失去了这3段床戏的色戒就是另一个故事。那么这3段床戏究竟重要在哪里呢？第一段床戏发生在易莫成得知王佳芝的特工身份后，打算在情欲之中铲除她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王佳芝回头看了易莫成一眼，就是这一眼让易莫成的狠力荡然无存。结束之后，易莫成静静地在一旁抽烟，可见他的心已然动摇。如果没有这一眼，那么王佳芝就会在这场相爱之中被全部的故事也可以在这里完结，可见这场床戏的重要性。但是这时候的易莫成并未彻底放弃对王佳芝的警惕，他或许是动了心，但更多的不过是猎人对于猎物的一种玩味心理。他留下王佳芝，只是将她视作玩物。如果这时候不发生其他的变化，王佳芝依然还是难逃一死。所以李安安排了第2场床戏，王佳芝在这之中多次主动亲吻易莫成，而易莫成虽然举止粗鲁，强硬地掌握着主动权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被王佳芝的真诚所感化。这场床戏是王佳芝在拼命地征服易莫成，同样也在不断地自我催眠。不得不说，这场床戏是很成功的。易莫成虽然没有完全拜倒在王佳芝的石榴裙下，但是他不能再轻易地将王佳芝视作玩物，他的心里留出了一方空地，等待着王佳芝的进入。第3次的床戏则是2人完完全全地接受了彼此，王佳芝攻势凶猛，易莫成则是慢慢放松了警惕，将主导权交给了王佳芝。在这一次的云雨之间，易莫成已经彻底爱上了王佳芝，这对于王佳芝而言是完成任务的最佳时期。但就像张爱玲在原著中所写的那样，通往女人心灵的路是……王佳芝也在这场关系之中爱上了易莫成，所以就有了后面那段他在我心里愈钻愈深的独白。但凡失去了其中任何一段床戏，都无法感受到那种愈钻愈深的感觉。这场游戏中，王佳芝假戏真做，而在戏外，关于梁朝伟和汤唯是否假戏真做，也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。多年后，梁朝伟松口表示，在身体相互碰撞的时候，却是假戏真做了，并且他还说道，本可以用替身的，但是为了拍得更真实，所以我拒绝了。汤唯松口回应道，电影中我们只是在做生孩子该做的事情而已。是呀，汤唯不过是做了电影中该做的事情罢了，但却遭到了不公的待遇。连冯小刚都出面表示，有本事你们封杀梁朝伟和李安呀，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？后来金星也在节目中为汤唯打抱不平，色戒又不是汤唯一个人出演的，有本事把李安、梁朝伟一起封杀了呀。好在汤唯一个人都挺过来了。在美国学习了2年的时间后，汤唯回到了香港，在公司的安排下，他和张学友拍摄了《月满轩尼诗》。凭借着精湛的演技，汤唯一举提名了金马奖、金像奖双料影后，声名大振。就在汤唯打算带着文艺女神的光辉正式复出的时候，她的努力再一次遭到了否定。她在献礼片建党伟业中的镜头全部被剪，这又一次给了汤唯沉重的打击。幸运的是，在这样低谷的时候，她遇到了金泰勇导演。
金泰勇邀请他拍摄了电影《晚秋》，只是没想到在拍摄这部电影期间，男主角玄彬和他的女友宋慧乔分手了，双方给出的分手理由是工作繁忙。不过网上却流出了另一种言论，那就是两人的分手是因为汤唯插足。虽然当事人都进行了否认，但是汤唯还是遭受了不小的攻击。不过这点攻击并没有给汤唯造成伤害。在电影上映之后，她凭借着自己的演技，成为了韩国百想艺术大赏上首位外籍影后，同时成为了享誉中外的文艺女神。借助无数的奖项，汤唯强势回归了中国的电影市场。她和吴秀波合作了电影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努力再次被抹杀，她卯足了劲儿，加倍努力演好每一场戏。就这样，一个鲜活的文佳佳被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。在这几年中，她陆续出演了《武侠》《极速天使》《黄金时代》等电影。她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，一步步穿上了自己曾经脱下的衣服。除此之外，她还和《晚秋》的导演金泰勇相恋。在结束3年的爱情长跑之后，两人迈入了婚姻的殿堂，并在2年后拥有了爱情的结晶。如今的汤唯过着自己的生活，偶尔拍拍戏，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丈夫和家庭的身上。色戒是永远的经典，但是如果只盯着汤唯的脱和假戏真做，便会错过很多的细节。汤唯在这部剧中付出的不仅仅是肉体，更多的是表演的张力、细节的处理。色戒是个好故事，汤唯更是个好演员。就像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，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。这是我要的自由，我的黄金时代。相信属于汤唯的黄金时代一直都在。这里是咸鱼记，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，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